播间里几百万人正盯着屏幕，那是一个普通的竹玉剧宣直播。张凌赫坐在镜头前，一贯的冷静，一贯的从容。但就在那一刻，一个小小的娃娃被递到了他手里。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全网堂磕到昏过去。娃娃开口了，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是田曦薇的声音。然后张凌赫，那个平时站在镜头前永远是侯爷姿态的张凌赫，红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幕背后到底藏着什么。张凌赫是谁？说真的，如果你在2025年底还没听说过他，那你一定错过了那一次重要的与 quote 塌房现场与 quote。 当然，这里的他是他进粉丝心里的那种他。张凌赫1997年出生，身高190厘米，外形冷峻，眼神锐利，属于那种站在人群里你第一眼就会注意到的人。他凭借《爱你》正式进入大众视野，从那以后，他的标签一直都是帅、稳、有分寸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看起来什么场面都能 hold 住的男人，其实藏着一个反差。他在镜头前越冷静，镜头下的意外瞬间就越能炸翻全网。而田曦薇呢？田曦薇168厘米，46公斤，甜妹外表下藏着超大的力量。她演过《亲亲日常》里的活泼少女，演过《大奉打更人》里的飒爽女侠，每一次都能让观众心甘情愿地跟着她走进故事。就是这两个人被命运，或者说被制片方推到了同一部戏里。这部戏叫《竹玉》，2026年3月6日开播，双平台腾讯视频加爱奇艺，预约观看人数直接突破700万。开播之后，腾讯视频站内热度一路飙升，最终破3万，刷新了2026年腾讯视频剧集的最高纪录，正式打入爆款俱乐部。剧里，张凌赫饰演武安侯谢征，冷硬、沉默、危机四伏；田曦薇饰演樊长玉，热烈、坚韧、一往无前。两个人的名字凑在一起，被粉丝叫做于 quote 田作之鹤于 quote， 意思是天作之合。但问题来了，很多人以为剧里演情侣，剧外自然也是相熟的朋友。但事实上，在竹玉开播之前，张凌赫和田曦薇几乎就是两条平行线。有粉丝统计过，两人合作初期的采访和活动里，他们几乎不主动开口对视，不主动接对方的梗，更不会有什么戏外的甜蜜互动。用一个词形容，零互动。但就在那天直播里，一个娃娃彻底打破了这道墙。我需要你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。3月11日，竹玉追剧团直播现场，张凌赫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玩偶。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，直播带礼物或者道具，属于正常的剧宣互动。但谁也没想到，那天的玩偶不一样，那是田曦薇送给他的礼物，一个普通的毛绒娃娃。然后不知道是主持人还是现场工作人员，把那个娃娃拿起来，轻轻捏了一下。娃娃开口了，那个声音软的、甜的，是田曦薇的声音，轻轻地从娃娃里飘出来。然后镜头切到了张凌赫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他红了，不是那种与 quote 哦，我听到了与 quote 的礼貌性微笑，是那种反应来不及控制的真实的红。他低下头笑了，嘴角压不住，眼神也躲了一下。那一秒钟，他整个人散掉了那股侯爷的气场，变成了一个被突然当众击中的普通男孩。直播间里弹幕瞬间炸了，与 quote 他红了，与 quote 与 quote 天哪，张凌赫你在干什么？与 quote 与 quote 我刚才看到什么了？我没有眼花吧？与 quote 几百万人同时见证了这一幕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瞬间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这段视频随后被截图、被剪辑、被反复传播，在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同时发酵。话题与 quote 张凌赫直播红脸与 quote 登上热搜，评论区全是同一种声音。这是真的，他没有在表演，这就是关键。内娱不缺 CP 营业，不缺甜宠互动，不缺精心设计的发糖环节，但观众是有感知的。当一个明星在镜头前展示与 quote
我很有好感与 quote 的时候，和一个明星在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被当众击中，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。田曦薇送了他一个能发出他声音的娃娃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甜了。但最甜的不是这个，最甜的是张凌赫不知道那个娃娃会在那个时刻被捏响，他没有准备，他没有预演，那一秒的红脸、低头、笑是真实的他，这才是为什么全网都在疯。而且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娃娃事件只是与 quote 田作之鹤与 quote CP 无数 unscripted 瞬间里的一个。2026年3月22日，同样是剧组直播现场，工作人员手里的手电筒光突然偏移，直直扫向了田曦薇。而田曦薇此前刚做过近视矫正手术，对强光极为敏感。张凌赫的反应快得像闪电，他没说话，直接抬起手把光源推开，同时身体前倾，用肩膀和手臂挡在了田曦薇前面。整个动作一气呵成，流畅的像是一个本能反应。弹幕的评论几乎统一，谢峥为常玉挡剑的动作刻进骨子里了。还有粉丝注意到，在多次剧宣活动中，张凌赫频繁被拍到偷瞄田曦薇的手，不是那种正常的目光流转，是一种微妙的、反复的，像是在找什么的视线落点。这个细节被剪成合集，发布之后迅速登上热搜榜首，连路人都感叹，这哪是在看手，分明是盯着什么了。现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些是真情流露，还是高水平的职业发糖？其实在说这一切之前，我想先停一下，聊一件更有意思的事。《逐玉》这部剧从立项到播出，一路并不平坦，两位主演的经纪公司之间传出过摩擦的风声。开播前，有媒体注意到两人在某些场合的互动明显刻意保持距离，甚至有人用与 quote 私翻与 quote 来形容幕后的竞争氛围。而就在《逐玉》大结局播出之后，张凌赫发了一条致谢文，里面感谢了与 quote 所有合作者与 quote， 却没有单独点到田曦薇的名字。这件事在粉丝圈引发了不小的讨论，有人说这是公关策略，有人说这是刻意回避，有人说这说明两人根本没那么好。但你们回想一下那个娃娃的瞬间，一个男人在几百万人面前被一个女孩的声音击中，红了脸，没能藏住。这件事是假的吗？我不下结论，我只是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，让你们自己看。有时候最真实的答案藏在那些没有被策划的瞬间里。娃娃发出声音的那一秒，张凌赫没有脚本，没有台词，没有经纪人在旁边提示他该笑还是该忍，他只是红了。所以今天这个故事，我想用3句话来收尾。第一句话，一个人在镜头前能藏住很多东西，但藏不住的往往才是真的。第二句话，田曦薇送那个娃娃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她选择了把自己的声音装进去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礼物，这是一种很私密的方式。我不在你身边，但我的声音可以在。第三句话，也是我留给你们的问题。如果你是张凌赫，你会在直播结束后把那个娃娃放在哪里？答案没有对错，但我相信你的答案和他的答案可能并没有那么不一样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关注，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我们下期见。